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2月1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2月1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74.87，收盘价是160.95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75.05，最低价是到达了156.91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759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6倍，抱有大的成交量。KD 值，开口略有缩小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， 我们会看到快线下穿了慢线，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微小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增强。好，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12月1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长红 K 线，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的特征呢是实体部分涨幅在 4.5% 以上，含有下影线，但是呢下影线的长度不超过实体部分的高度，没有上影线。那这样的一根 K 线，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，在相对低档的位置。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含下影线的长红 K 线呢，是股价要继续下跌的一个表现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盘中股价是出现了新低，那一度跌破了158就是在月 K 线图当中的这个50均值，也就是最低是到达了156.91。好，那一度是跌破了这个强支撑，那之后呢，我们会看到留有下影线，那之后是有多方进场拉抬股价，然后收在现有的收盘价。那说明在这个月 K 线图的这50均值这个地方股价是遇到了支撑，那收盘价并没有跌破这个强支撑，所以呢，这不算真跌破。那是否股价会跌破这个支撑，需要日后的 K 线来确认。那我们还注意到，在当日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，可以说是爆大量，对，因此要注意后续交易日股价可能会出现止跌或反弹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2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在166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对，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80，在这个位置。实际在12月13日收盘价是在160.95，我们会看到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。那当日呢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，也就是说日后很有可能会出现止跌反弹的可能。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反弹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先来调整一下目前的这些辅助线。我们会看到，在12月13日，股价是跌破了我们定义的这个盘整区，也就是11月15日和11月21日两根 K 线定义的这个盘整区已经被跌破，所以我们把它删除。然后这条线我们也把它删除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们会看到它也跌破了这个156.91
163这个水平线，163呢是周 K 线图上的200均值，所以我们把它也删除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把我们先保留这2条线。好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先来说股价的上行。对，那如果股价出现止跌反弹，那它上行的反弹的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那5日均线值呢，我们测算是在169到170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我们把这个红颜色线下移到169，作为一个日内的观察。好，那这是它上行的反弹的第一个目标。那如果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呢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这个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175。对，那如果能站上175呢，再向上，它的目标将是182，也就是说要站上这一波下跌的起跌的那根 K 线的最高。因此我们把这条线我们先把它移到175，站上前一日 K 线最高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站上182，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出现反弹，上方的目标就基本清晰了。那我们在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，说股价如果出现止跌反弹啊，我们认为在169，也就是5日均线值，在这个区域内啊，都是重压力。对，那包括我们说上方的这个175，也就是前一日 K 线最高，那这2个点位和169以下这个区域都是重压力。那股价在止跌反弹的过程当中呢，很可能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，继续出现下行。对，因为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 K 线的线型来说我们说这是在这根 K 线出现之后，一旦出现反弹，这是做空的进场点。对，那到这个地方呢，可能对现在已经空头是获利的。然后呢，接下来的 K 线一旦股价出现反弹，会继续有空头进场。所以我们说，在从收盘价一直到169，包括前面的最高175，在这个区间都有可能会有大量的空头进场继续做空，所以这是重压力。好，这是股价的止跌反弹。那我们再看股价的下行，说股价如果没有出现止跌反弹，继续下行，它接下来的目标依然是这条水平线，这是158，是月 K 线图当中的50均值。我们变换一下颜色，变成观察线。对，那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我们说在前一日 K 线它并没有，虽然是出现了低点跌破了这条线，但是收盘并没有跌破158，所以这不叫真跌破那股价如果继续下行，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月 K 线图当中的叫做50均值。好，那如果跌破月 K 线的50均值158呢，我们说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创造新低，也就是跌破156.91。那我们说如果一旦股价出现新低在156.91的下方我们说每个点位都将是强支撑，
也就是股价在下行的过程当中，目前看在下行的过程当中，与任何一个点都有可能会使股价止跌反弹。对，这是股价的下行。好，那么即使是这样呢，我们在下方啊依然再给出一个目标，如果继续向下呢，我们加一条水平线，我们加在150这个位置，整数关口。那150将是它的下方的一个下行创新低以后的一个目标。好，那对，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。对于12月14日，在上方我们要特别，也就是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169。如果股价能够站上169，我们指的是收盘价，那股价会出现反弹的走势。那下方我们要特别关注158，就是这条水平线。那跌破这个水平线，我们说股价一定会出现新低。好，那在这里我们再补充一点，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哈，就是连续数日这个股价的下行啊，都是沿着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5号趋势线，我们会看到低点都是踩在这个5号趋势线上。5号趋势线我们是定义的是9月21日和11月1日两个 K 线的高点定义的头低的下行趋势。那我们会看到在之前是压力，那在之后呢，我们会看到是支撑，也就是它沿着这个5号趋势线在下行。对，好，我们碰巧哈，我们会看到都是沿着这条线，那我们继续保留这条线作为一个观察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2月14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69到170之间，这是第一个压力。第二个压力是175，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那第三个压力位呢，我们说是这个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，它们的范围是在177到179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对，那这个区域我们会看到也涵盖12月1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所以这个区域是第三个压力。那第四个压力就是上方的182。对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那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这个水平线，是月 K 线图的50均值和前低。第一个支撑区间是158到156.91。对，那接下来的一个支撑就是这个150。我们想再补充说明，就是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，股价在下跌的任何下跌过程当中，遇任何一个新低都有可能会出现止跌反弹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12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会出现止跌横盘。如果出现止跌横盘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1，对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最高会到达165，收盘会收在164附近。对，止跌横盘，我们认为会在这个地方啊收一个小的十字星，作为一个休息的 K 线。对，然后呢，再看股价是向上还是向下。对，好，那么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直接出现一个反弹。如果出现反弹呢，它有可能是一个低开高走，也就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58.5这个位置。我们认为会回踩到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5号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这个位置。
对，然后呢，最高会到达170.5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170附近。对，这是第二个可能反弹。那反弹呢，我们认为它有可能会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或者说是收在5日均线值下方的附近的一个位置。对，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2月1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